这到底是什么病毒啊？我已经失声5天了，可是我的嗓子也不疼也不发烧，去医院都开了药，可是就是吃了也没有好转，这怎么回事？我不会要成哑巴了吧？家人们，新冠又回来了，我不是吓唬老铁们啊，这2天个送走的人呐，几乎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肺部疾病感染呢，最后也检查出阳了。我刚才也上网查了一下，说这次这病情对这个小孩特别不友好，就是儿童特别容易中招。近期中国新冠疫情再次升温，很多中国民众表示也不发烧，嗓子也不痛，就是沙哑，说话很费劲儿，已经失声有好几天了。当前这波疫情尚未触顶，仍在加速蔓延当中，预计将持续6到8周，可能在6月底前才会趋缓。那么令人忧心的是，这次感染后的症状来势汹汹，不少患者形容喉咙痛得仿佛吞下刀片，剧烈咳嗽也是更加常见，让人身心倍感煎熬。这波疫情到底是什么病毒？难道是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吗？下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相关的话题。新冠病毒又卷土重来了，我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兄弟们姐妹们，这次呢，全国多地新冠呈流行趋势，而且是南方高于北方。我们那个歌星陈奕迅呢，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呢，已经停止他的演唱会了。而且香港呢，已经发生多例新冠的重症患者，而且很多人呢，已经因为这个新冠，多人失去他的生命了。今天来医院复查了，刚进大门就有一种强大的恐惧感笼罩着我。医院里面每个角落都是人山人海，每个人表情严肃，面神凝重，我感觉这真的不是人间，这就是地狱。由疫情进入高发期，新冠病例激增，现在中国各地医院病人爆满，甚至医院的人比商场的人还要多。武汉同济医院里面人山人海，人流堪比拥挤大商场与车站。武汉协和医院同样是人满为患，许多人已经排了1上午的队。这到底是啥病毒啊？就去了一趟武汉，这难受的。一开始回来，那嗓子就跟那个刀割一样的，好不容易嗓子舒服点吧，那鼻子跟夹了铅一样，堵的都受不了的，好不容易不堵了吧，结果呢，又跟呛水一样的，生疼的，扯得，哎呀，这额头也疼，太阳穴这2边也疼，全身也没力气。大晚上的快11点了，睡也睡不着啊，怎么会这么难受啊？我突发刀片嗓了。这一次生病的病程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这是一个结膜炎，然后发烧，然后发烧之后1天1夜才退烧，之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冒了一整天的虚汗，连退烧的过程都没有冒虚汗，但是后面冒了一整天虚汗，然后结膜炎复发，然后所有的症状都变得很轻微，之后休学全无，然后昨天晚上又突然刀片嗓了。我真的是就是发自内心的建议大家尽量避免感染北京这一波的新冠病毒。我还不仅是新冠，我还是细菌感染合并新冠感染，又并发结膜炎。我现在的嗓子真的痛死我了。我今天播了1个小时就下播了我真阳了，我现在烧起来了。这次阳了的症状就是嗓子疼，又像吞刀片一样的，然后耳朵也疼，很奇怪，然后浑身上下都疼，然后还发烧。2025年的新型毒株应该改名叫哑巴猪吧？活了28年了，真的也是活久见了。一开始就只是嗓子有点难受，吞咽疼，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起来就变成了公鸭嗓，但是也还好，也还凑合能说话，就是保全我的嗓子那种。
今天可好，今天直接就一点话都说不出来了，直接哑了。现在只能是用气声在说话，就只能是说悄悄话了。中国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当局报告称，病毒传播率达到至少1年来的最高水平，急诊室就诊人数急剧上升，新冠相关死亡人数出现反弹。据多家媒体报道 ，NB.1.8.1 是中港台目前最流行的冠病病毒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仅4月份新增冠病确诊病例就高达168507起，重症340例，死亡9例，疫情呈波动上升趋势。2025年最新病毒湿生病毒，已经3、4天说不出来话了。一开始以为是嗓子哑了，现在确定了是湿生病毒。新冠要卷土重来了，兄弟们姐妹们注意了，保命要紧啊！最近新冠又卷土重来，而且症状的话会比前面几次要更重一点。我所在的城市是在江西瑞金，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身边的话呢，又是阳了一大片，包括我自己，我是第4次阳了。这一次阳的话呢，首先就是喉咙痛，咳嗽，就是发烧的话我是没有发烧的，但就是感觉浑身都无力，躺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就浑身都很不得劲。而且听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小孩子中招以后，症状也会偏重一点，所以大家都要做好防护哦。5月份的新冠太厉害了，我只是去那个深圳南头古城和那个深圳 K11去逛了一下，然后结果现在就中招了，一测说是新冠阳性。新冠又卷土重来了，我现在有一种阳的症状，就是流鼻涕，然后嗓子有点痛，脑袋有点晕晕的，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最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台湾与香港等地新冠病例数均呈上升趋势。根据台湾疾管署统计，5月份新冠感染病例明显增加，预计6月将达到疫情的高峰。病毒株分析显示，主要来源地为香港与中国大陆。最近大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又有点严重了，特别是香港，重症的还是挺多的，而且刚还死了20多个，还是挺严重的。我最近都没有去。我前段时间也有点嗓子疼，还有点低烧，大概率的话是中招了。像我这种脆皮体质，真的是没有哪一次是躲得过的。还好症状都不是很严重的那种，都是比较轻的。我就觉得到了后期那个喉咙有痰，真的是特别难受。有些人是咳嗽的很严重，我咳嗽还好。今天是生第2天，然后我的嗓子也不疼也不发烧，偶尔睡觉之前会咳嗽2声，但是白天就是说不出话来，嗓子很哑，说话也很吃力很费劲，医生也说不清楚是咋回事儿。这后面该不会哑巴了吧？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持续几天才能好转呀？有跟我一样的朋友们吗？屏幕前善良的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一切都不正常了？各种天气问题蜂拥而至，而且新冠又卷土重来了，已经成失控的状态了。尤其是香港那边，就是嘎了好几十个，老天在收人。无论如何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吧。这个年头啊，能够健康的活着，就已经是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福缘了。美国近期也出现了与中国病例激增相关的新型 COVID-19 变异株。根据美国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于5月23号发布的报告表示，在机场筛检过程当中，美方发现多名感染名为 NB.1.8.1 的新型变异株病例。这一变异株被认为与中国境内 COVID-19 病例快速上升有着密切关联。有 X 平台网友表示，现在墙内已经在宣传新冠卷土重来了，看样子再次大规模释放病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未必还有19年底那样的效果了。还有 X 平台网友说，刚刚与我的 CDC 消息来源进行了交谈，他们说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袭击纽约与洛杉矶。
本周病例增加约20%，预计下个月将进一步增加。自1月20号疫情高峰期以来，正好过去了4个月，病毒又卷土重来。有民众提醒，新冠疫情来势凶猛，一定要多加注意，提前做好准备。新冠感染再次抬头，3类人群务必拉响警报。2025年5月中旬，新冠阳性率在多地狂飙，南方更甚，3类人群成重灾区。门急诊阳性率3周霸榜呼吸道病毒首位。这波疫情来势汹汹，群体免疫减弱，季节交替，假期人潮涌动，成为幕后推手。60岁以上的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者需要着重注意。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